周全是个杀手，面容冷峻，出手狠辣，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。这次他的目标是一个出轨的男人。昏暗的地下停车场，周全鬼魅般的身影矗立其间，他的整张脸都隐藏在阴影中。看到走出电梯的男人后，便一言不发上前将其捅死。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死于非命。接着周全将人拖进后备箱换下行头，开着车驶离了停车场。这残忍的一幕也被人录了下来。此时，一间脏乱的出租屋内，陈小萌烧掉和前女友的合照，准备上吊自杀，结果挣扎间绳子断掉，陈小萌重重摔倒在地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尝试过多种自杀方式，但人要是倒霉起来，想自杀都死不了。他卧轨火车变倒，喝药毒药过期，跳楼天台又被封。至于为什么要自杀，源于陈小萌惨淡的人生。他年过30却负债累累，一事无成，有个明星梦却连跑龙套都没人要，前女友更是因为看不到希望离他而去。这种情况想自杀可以理解，自杀不成，陈小萌捡起地上一张洗浴宾馆的体验券。与此同时，周全路遇警察设卡，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血渍，将车子开进旁边的胡同，然后走进了罗马仙池酒店的前台，正在反复验证陈小萌体验券的真假。看到西装笔挺的周全后，马上换了副面孔接待。陈小萌愤愤不平，说自己是先来的。这时店里的钟声响起，前台马上以体验券过期为由敷衍陈小萌。旁边的周全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，然后按亮了陈小萌的手机，示意他还有3分钟。两人就这样一同走进了澡堂。周全正在擦拭手表上的血迹，一旁的陈小萌对他说了声谢谢，随后先一步进入浴池，一边大哭一边洗澡，手里的香皂也在这时不慎飞了出去。好巧不巧被走进来的周全踩到，周全脚下一滑飞了起来，然后就重重的摔在地上晕了过去。众人围拢而上，陈小萌捡起砸在自己脚边的柜子钥匙，准备还给周全时，突然想到了周全擦拭的那枚手表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陈小萌鬼迷心窍，换下自己的钥匙扔在了地上。就这样，陈小萌拿着钥匙打开了不属于自己柜子，就像潘多拉打开装满人类邪恶欲望的魔盒。周全则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。陈小萌换上周全的衣服，开着他的车，并用他的钱还掉自己的欠款，剩余的全都给前女友作为份子钱。直到钱包里一分不剩后，他坐在车里失声痛哭，但很快陈小萌就止住了哭声，因为他又在车里发现了更多的钱。出于愧疚，陈小萌带着果篮来到医院，没想到周全已经什么都不记得，医生诊断为逆行性失忆，短时间内很难恢复。陈小萌得知这个情况后，侥幸心理再次作祟，给自己办理完出院后就悄悄离开了。周全出院后走在街上，他感觉自己好像被装进了别人的身体，所有东西都很陌生。正神游天外时，一辆疾驰而过的轿车溅了他一身水，女车主连忙道歉，并让周全上车自己送他回家。这个女人叫李想，是个单亲妈妈，在公司是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，面对儿子理由是个温柔善良的母亲。两人在车上闲聊，李想得知周全失忆后，问他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家里人。周全拿出手机，他不记得密码，已经只剩一次试错的机会。周全按照一封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陈小萌的家，也是自己现在的家。推开房门，他怀疑自己的打开方式有误，结果再开一次后看到的还是脏乱不堪的家。这时李想拿着周全落在车上的药追了进来，两人都看到了房顶用来自杀的绳索，房东也在这时来赶人。李想动了恻隐之心，替周全交了房租。周全写了一张欠条给他，表示自己一定会还钱。李想告诉他，既然欠了自己钱，就不要再想着去死了。再看陈小萌这边，他也拿着钥匙回了周全的豪宅，宽敞明亮的房间一尘不染，简约别致的家居风格低调优雅。陈小萌开始疯狂享受这本不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他打开一间房门，这里摆满了各种身份的证件以及多部手机，抽屉里甚至还有一把枪。这时其中一部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陈小萌接通后，电话里的男人表示20万尾款已备好，只需要他说个地址。另一边，周全将出租房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并在本子上记下关于自己失忆前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的线索，然后拿出手机准备最后试一次密码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手机被停用。此前他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是一个拍摄现场的地址。周全人生中第一当群演，连盒饭都没混上。回家路上他遇到了陈小萌，陈小萌正在等着收20万尾款。周全十分感谢他帮自己付了医药费，邀请陈小萌到家里坐坐。李想也在门口等候多时，打开房门，焕然一新的小屋让二人大吃一惊。生活都是要人过的，什么样的人就会把生活过成什么样。三人闲聊之际，陈小萌收到神秘人的短信，短信内容是一个储物柜的密码。他赶忙告别周全和李想来到约定地点，结果打开柜子里面却空无一物，身后出现2个男人，表示他们老大的意思是想请周全吃个便饭，再当面把钱交给陈小萌。在一家火锅店，陈小萌见到了雇佣原身周全杀人的辉总，辉总很快就给了陈小萌下一个目标，一个叫曾九黎的女人。陈小萌对周全的生活知道的越多就越害怕，但她告诉自己，死都不怕的人也不应该怕活着，于是下定决心彻底告别过去，换个活法。
他开始着手调查跟踪自己的新目标，却在了解曾九离后越发觉得他温柔善良。此时周全也确定了自己眼下最要紧的任务，那就是活下去。他开始尝试着学习表演，每天辗转于各个片场跑龙套，和理想的关系也越来越近。周全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个时候遇到理想，在他心里，理想从朋友变成了喜欢的人。几日后，理想找到周全，想请他帮个忙，理由小学最后一次演讲比赛是介绍自己的爸爸。他常常跟同学们说自己的爸爸是宇航员，理由想请周全扮演一下宇航员爸爸参加演讲比赛。周全犹豫过后，还是拿走了剧组的宇航员道具服，出现在了比赛现场。晚上，理想为表谢意，带着一瓶酒来到周全家，两人喝了酒，话都变得多了起来。即使理想借着酒劲向前迈进一步，但周全却没有勇气承诺什么。数日后的一晚，理想偶遇了在街边扮演小丑的周全，他接下来还有个群演的活，理想表示很感兴趣，两人一起来到片场。这场戏是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，也正是这一幕让周全想起了自己的过往。一场戏拍完，看着不远处笑意盈盈的理想，周全退缩了，他随着人流消失在了理想的视线中。而陈小萌在和曾九离的相处中渐渐春心萌动，但辉总这边也逼得很紧，他实在无法下手，便拿着一袋钱找到曾九离，让他尽快离开这里。但实际上曾九离根本没有怀孕，她才是心机最为深沉的那个。作为辉总的姐妹，却在她怀孕期间和其丈夫偷情，两人还一起卷走了辉总白手起家打拼的所有钱。陈小萌回到自己以前的家，她想将周全的人生还回去，便把他的身份证和钱包放在门框上准备离开。理想的理由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给理想留了张字条，来害周全落在自己家里的包。陈小萌吓了一跳，赶忙离开。这时辉总也发现了陈小萌演员的身份，命手下胖子找到陈小萌，结果胖子出师不利，被陈小萌吓得尿了裤子。陈小萌趁机逃之夭夭，却没发现不知何时已经藏在车里的周全。周全用刀抵着陈小萌的脖子，让他将车开回自己家。此时辉总一行人也来到了周全的豪宅。周全通过监控发现了来者不善的辉总，随即拉着陈小萌通过浴缸的机关逃走。两人通过浴缸机关调到了楼下房间。这间房子的陈设让周全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。陈小萌忍不住开口询问，周全表示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杀手，只能算是个中间人，每次接到生意就联系当事人，告诉他们有人想要他们的命，然后再帮当事人出主意演一场假死的戏码，就这样一单生意赚2份钱。所以严格说他也是个演员，只不过如果穿帮就会死。周全表示不用陈小萌还钱，条件是自己要和陈小萌彻底交换人生。周全本打算和陈小萌演出戏给辉总看，却突然接到理想打来的电话，询问他有没有见到自己的理由。陈小萌想起自己确实在家门口看到过一个孩子，两人随即骑车回去找孩子。此时不怕生的理由看到了坐在楼梯上大哭的胖子，得知他是因为被吓尿裤子觉得丢人后，提出带他回自己家烤裤子，一大一小相谈甚欢。二人离开时被还没上楼的陈小萌看到，陈小萌误以为是胖子绑架了理由，赶忙告诉周全孩子被辉总的人带走了。与此同时，理想也找了过来，周全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。理想打算报警，周全怕辉总的人撕票，他让理想相信自己，先确定孩子的位置后再报警。周全单枪匹马来到辉总的地盘，陈小萌和理想留在家里等消息，两人通过电话判断周全的处境。周全见到辉总，谎称自己是国际刑警，企图从辉总口中套出孩子的位置。辉总虽然不知道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确实被周全的阵仗唬住了。谁知这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马岛，硬是拆了这台好戏。周全也马上身陷囹圄。电话这头的陈小萌和理想也慌了神，除了报警，两人想不出办法。这时陈小萌身上的血袋掉了出来，他马上脑洞大开，决定演出大戏。陈小萌拨通辉总的电话，称自己已经抓到了曾九离，让他带着孩子和周全在一个废弃剧院见面。陈小萌告诉理想，其实周全人不错，他预定了自己的人生，想和理想长长久久的过下去。陈小萌和理想将现场布置一番，等辉总的人赶到的时候，看到就是满脸是血状若疯子的陈小萌和地上看不清面目的一具女尸。陈小萌发挥出了自己这辈子最精湛的演技，将一个变态杀人魔演绎的淋漓尽致。但这场精彩的演出因为一个破绽被辉总识破，那就是现场虽然看起来很血腥，却没有一点血腥味。被戳破后躺在地上演尸体的理想也爬了起来，他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是儿子。理想颤颤巍巍接通电话，理由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说自己已经回家好久了，问他为什么还没回来。理想松了一口气，随即告诉儿子自己打游戏卡在副本了，结束以后就回去。理由想起妈妈说过听到这句话就报警，于是挂掉电话后就报了警。辉总觉得这3个人都有大病，一个身份是杀手其实是演员，一个称自己是国际刑警其实也是演员，还有一个趴在地上演尸体看来也是个群众演员。
虽然不知道这3个人演的是哪出，但辉总确信自己要杀的出轨男人和小三还好好的活着。他让手下的小弟们上去教训周全。周全眼疾手快挟持了辉总的得力干将小眼镜，以此要挟辉总不敢轻举妄动。3人挪到门口，周全让陈小萌和李想先上车，自己却被辉总的人抓住，没来得及上车。辉总的小弟们挥舞着棍棒，陈小萌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然后将车停在安全的地方，让李想赶紧走，自己则返回剧院演完这出戏。这时，儿子打来电话告诉李想，已经把他的手机讯号定位发给了警察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李想站在车门前不知所措，最后还是朝着剧场的方向一路狂奔。此时陈小萌也已经加入了团战，两人势单力薄，被揍得十分狼狈。辉总上前补刀，但他又被骗了。这把平常用来演戏的伸缩道具刀救了周全一命，警察也随即赶到。这场大戏终于落幕。